我想要抱怨，我哥一直管我，为什么连一个小饮料都不让我买？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安排了他们的家族旅游，出去一趟以后，到第5天。他就发誓回来再也不跟他儿子联络。所以你是要准备断绝关系的吗？是你刚刚讲这个前面的这个前摆是什么意思？Hello， 我是阿迪。前阵子带了全家一起去纽西兰玩，今天约了爸爸妈妈、妹妹一起来到家里享受一个家宴，顺便呢讨论一下这整趟行程的心得。那因为这支影片上线的时候会是在1月左右，那也是进入到了2026年，所以我们新年呢就是要一起来吃年菜。今天我们所吃的所有料理都是来自团圆必备的5星级年菜，经典美味让家更有味的老协珍。为大家介绍这次都家宴的菜单，我们有乌参牛腩煲、经典麻油鸡汤、顶级羊肉炉、私房风肉挂包，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2026年限量的老协珍大吉大利包生贝佛跳墙。老协珍的年菜全部都是采用原型食物天然调味，而且汤包跟料包分开装，要吃之前只要拿出来加热就可以上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加上不同的食材，让你们过年可以轻松准备一整桌丰盛的年菜给家人们吃。好，我们都家到齐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提前的老协珍的年菜。刚刚其实准备起来真的比起一般的年菜轻松蛮多的，对，就是微波炉啊，然后瓦斯炉这样子热一热，直接午菜只要准备好，直接上桌。没想到我本来以为我要来做家事啊，结果没想到来竟然都已经准备好了，弄得妥妥的，弄得妥妥当当的，轻松愉快，儿子可以嫁了。对，可以嫁了。好，那我们今天这集主要是要回顾一下我们纽西兰这一趟，因为久违的家族旅游，我们各种心得，我都有请3位回家做功课，都有想好了吗？有。那我想说，在进行这个之前呢，我们来先吃一下我们今天准备的年菜。好，我看我想要先吃挂包，我也想吃挂包。不行，你要选别的，我先选挂包。为什么？一人选一个啊。OK， 那我要选牛筋，是羊肉炉。对，那我吃佛跳墙。哇，也太满了吧！哇，这肉好嫩哦。五花肉，这肉超级好吃哎！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软骨。对，它超嫩，然后加上它那个肥肉那个地方绝配。这麻油香好浓郁。我们刚一进门就是一直闻到那麻油香。对，那个边线很 Q 弹的，不会烂烂的。麻油鸡佛跳墙跟羊肉炉。我们是用瓦斯炉，就直接在锅子里面热的。这个肉的话是用微波炉，然后剩下这2个牛筋跟这个包子，我们是用电锅。感觉处理真的很方便。我原本以为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柴，因为这个风肉它超级厚，但是它是整个里面都是很嫩的。然后挂包用蒸的，我觉得刚刚好，对，一定要蒸的。这个牛筋可以试试看，好吃吗？好吃，红烧的味道，然后很 Q 嫩。然后它这次老协珍的佛跳墙，它就装在这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陶锅里面，然后这个是你买的时候它也会附。超可爱，超级可爱。哇，它里面这海参好大。没看过海参这一整条，一整条超大条的，超大的。然后还有芋头、香菇肉、猪脚，还有干贝。还有干贝，真的耶！好久没有吃佛跳墙了。干贝。那我们还有这个没知道。羊肉炉。年菜就是要有一些热汤，一起吃一锅汤，很有团聚的感觉。你夹一块带皮的羊肉给我。带皮的吗？这个？我其实很怕吃羊肉，但是这个没有骚味。真的？可以，试试看。它羊肉很嫩的。它这里还有牛腩，可是它牛腩，可是很软。哦，这真的超香的，而且它那个姜，感觉超暖，超级暖。真的都蛮好吃的。所以这个在家里很方便准备，一整桌的年菜，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可以上桌了。你看你年菜，光是去市场买东西、备料，然后在家里煮，真的是会疯掉。如果今年是这样子的一桌年菜，妈妈你觉得你会再加什么菜？炒个青菜，对，高丽菜，然后炸年糕，然后就是一些甜点。对。我觉得再加一个菜，然后煮个饭，对，甜点，这样子应该可以6个人吃吗？应该可以，而且可以有一些留到明天早上继续吃，就 see you tomorrow， 在这个再继续在同一锅。大家全部都有吃过了吗？有。你最喜欢哪一道？我很喜欢挂包然后但是这个麻油鸡汤我觉得也很好。
我好像会选麻油鸡汤啊。哦，麻油鸡汤这个面线跟它麻油那个味道，我觉得搭配对平衡的很好。妈妈呢？我最喜欢这个佛跳墙佛。跳墙，哦，这是妈妈的救赎，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只要有这一锅，大家就 OK 了，不用担心了那不用担心。然后这一锅呢，可以吃3天。对，好，那我们吃到这边呢，差不多要开始我们纽西兰的回顾。我们是久违家庭一起去旅行，然后我们总共10天，然后走了北岛跟南岛。大家如果没有看到这段旅程的话呢，可以去看阿迪日常前一阵子在日更的影片有记载了我们整体的 vlog。今天这支想要回顾一下大家对这个旅程的整体评价跟印象。然后我想要先开始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在旅程的时候，我在回想，我都会思考一个画面是这一趟旅程。哪一个画面是萤幕保护城市？就是当我在放空的时候，我可以从这一趟旅程就抓出来一个画面，是可能我亲眼看到的，然后变成是我可以去再把自己重新投放到那个场景里面。然后我觉得纽西兰特别适合做这样子的回想，是因为它太多很漂亮的地方了。真的，对。所以我想要问你们这一趟下来的萤幕保护城市是哪一幕？我们在做 Air Safari， 哦，那个山景上面有一点雪，然后整个山峰很漂亮，很漂亮。爸爸呢？湛蓝色的湖泊，哦，整个站在岸边那样湖，整个看过去，然后看到远方。妹妹呢？我原本其实跟爸爸的很像，就是也是 Lake Tekapo，但是你记得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走一个小 path 过去，然后我刚好手机里面就有一张照片，就是 Lake Tekapo 这样子。上半部是湖，然后后面有山，然后前面是小路，就很像假的，因为这个太美了。然后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是哈比村里面的那个绿色的山坡啊，然后小房子啊，就都我觉得都超级漂亮。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上次已经去过纽西兰了，所以这一趟我挑的萤幕保护城市是我上一趟没有看到的东西啊，就是我们一进去到那个隧道之后，第一幕迎来的钟乳石，我知道的那个通道，因为那个真的很震撼。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印象深刻的画面，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好吃的食物？我一定是那个 Matita， 就是我们在北岛吃的鱼餐厅，既有创意，然后整个摆盘，我们那个时候是很累，有时差的状况，但是整个食物还是吃到我整个都醒过来了。所以 Matita 我超级喜欢。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纽西兰北岛的话，要去吃这家餐厅，它还有得到好像是饭店餐厅的优胜奖。最印象深刻的食物，我觉得你会很惊讶。露营车的汉堡。为什么？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一整个体验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全家人这样子做，我们一起下厨，然后一起做了汉堡，然后很简单，但是很好吃。然后还有后面是我更印象深刻，是我们不是在超市买了那个鸡肉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小抱怨说，那个鸡肉我觉得不够咸，然后我吃的差不多之后，哥哥在挑剩下的鸡肉吃，然后他就一直把有鸡皮，然后沾着那个鸡油的那个鸡肉喂给我吃，就把最精华的部分就这样喂给我，所以那个是我最记忆深刻的食物。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吃鸡皮啦，没有啦，不是啦，我是很惊讶，在纽西兰这样子非常西方化的国家，可以吃到那么好吃的中式料理那个对，我们唯一去吃的那一家跟长辈出门绝对要安排中式料理，对亚洲味的部分，亚洲味一定要知道他们吃到白饭。对，我最喜欢的就是哈比村里面的那个。我们其实也很喜欢主题大餐，对，主题大餐进去整个进去，全部都帮我们摆好。对，然后全部，然后烤鸭、红牛肉、鲑鱼，对，那店鲑鱼真的很厉害。对，大家去纽西兰大部分都是直接跑南岛，但我们这次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在北岛有待了3天，对，然后也有机会可以看到北岛的一些不同的景色，然后还有吃到食物，哈比村啊，那个地热的那个文化区。然后萤火虫的这个洞穴，这些都是在北岛的体验。对。那接着我想要问大家对于旅伴的评价我们要来进入比较辛辣的部分啦。我在网络上面会看到很多可能带爸妈出门啊，他会自己描述自己，然后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原来有殴打长辈的倾向，但是跟长辈出国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会想要殴打长辈，因为长辈可能在出国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受控的状况，也有可能是小孩，对不对？爸妈带小孩出门，就会觉得说可能破坏旅游体验。我们先讲抱怨的好了，我们先讲抱怨的，就是有什么对于这次旅伴，你想要挑出来
稍微 critique 的部分。那我要先讲一个，对事不对人。我直接先开第一枪，我想要抱怨我哥一直管我，我哥从头到尾就一直管我，然后让我最走心的一次管是什么时候？那一天我们要去露营车体验，在超市其实买了一些东西了，很多东西，对。但是我在超市我没有买到我自己的饮料。有，我帮所有人买饮料了。他帮所有人买，但是我不知道，我没喝过嘛。他后来很喜欢我买的饮料。对，这是后话了。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你看你女儿啊，你这样可以啊。刚好旁边有冰柜，然后我就看到一瓶柠檬的汽水的感觉，然后包装很可爱，然后我就觉得说一罐好像才4块，然后我就拿去柜台说，我想要买这个，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买这个？饮料东西已经很多了，放回去。然后我就非常不开心的，就默默的走回去，然后放回去。In retrospect， 应该可以让你买那杯饮料。如果那杯饮料带给你的情绪价值有这么高的话，以及把它剥夺走会让你多不爽，我有先知道的话，那应该可以让你买那个饮料。对。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在露营车上有喝到哥哥买的那个 ginger beer， 它其实就是汽水啦，它没有任何的酒精，然后我变得超爱喝饮料。因为我就想说，我已经买了4大瓶汽水了，然后你又拿了一个汽水。我最理想状况是露营车的食材，我就只买刚刚好的，就是今天吃完，今天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只待1晚，对，然后我们也不要留太多垃圾，然后我明天也还有明天的餐厅，对，所以他很不爽的把那个拿回去的时候，我想说应该让他买，对，但是我拉不下脸跟他讲说，好了，你来买，我拉不下脸，你跟我讲，所以呢，之后我就一直喂他吃鸡皮。原来是有一个那个愧疚感，对，想要补偿。不是，那你也有饮料喝啊，因为你边吃鸡皮，你还可以喝汽水，你还找到最好喝的饮料，对不对？也还 OK 吧？没有，就是当下那就觉得那个 emotion。为什么连一个小饮料都不让我买？好，有没有其他人要抱怨的？其他人来，好了，都抱怨我啦，因为是我排的，一定都是抱怨我，我已经准备好了。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是安排了他们的家族旅游，出去一趟以后，到第5天，他就发誓回来再也不跟他儿子联络。这么严重？ 2个儿子，跟我们的情况一样，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住在一起了。当然。偶尔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嘛，然后就会想说尽量距离美嘛，对。然后后来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有很多东西，他跟他儿子的观念差很多，近乎断绝关系。对，所以你是要准备断绝关系的吗？你刚刚讲这个前面的这个前白是什么意思？我们家很幸运的有哥哥。没有，不好意思，你搞错主题了。我们在抱怨，抱怨是吗？旅伴，对，抱怨可能我就会想，你们2个的身体太弱了啊。我还好吧，哥哥你我扭到脖子对，我扭到脖子。我看得我们多心疼，你知道吗？就是一直要撑着那个颈脖，然后又。我很久没有落枕，这倒是啊。大家如果没有看阿迪日常的话，我到北岛的第2天我就大落枕，对，我的脖子到肩膀整个都很痛，那天酸痛天不，然后我是那种这样动或者上下楼梯都会痛，但是我又要拍摄，所以后来我就是一直带着我妹的颈枕这样子，然后在那边边走边对拍摄，边拍摄这样。但是我觉得妈妈说的是有道理，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更严重，就是他，对，在那边晕车，然后在那边扭到脚，对，就这样而已嘛，影响拍摄。然后晚上睡不着，早上睡很晚，餐匆匆吃。我们在那个城堡里面，你竟然只吃了一个可颂当早餐，真的太可惜了。那个早餐超好吃的。没有啊，就很累啊。我其实原本以为你们会抱怨我那个排行程地狱行军的部分。我觉得我带团的话有一个差别是，我还要拍摄，所以很多时候会有拍摄用的时间。然后拍摄用的时间它就不太像是平常旅游一般的轻松时间，对，一点都不轻松。有时候还需要搭配我这样子，就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要到哪一个地方了，然后每一天的行程其实都还满满的。对，我已经有稍微为妹妹，就是可能有说早上的时候就可以跳过，她就不用参加，她可以多休息。但是整体来说，其实爸妈的体力还蛮好的。对，这是我要称赞的地方。你要称赞自己的地方，对不对？我没有脚痛，没有头痛，没有手痛，就有一点小感觉，就是早上8点要起床。晚上10点还没回饭店这个事情，有一点小抱怨。没有，因为他们光看哥哥出国拍片就知道哥哥
平时如果出国拍片的话会有多累。对，他们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了。对，然后我觉得我们都有心理准备了。所以还行，但是还是可以再松一点。我觉得纽西兰太多地方可以看。对，没错，就是10天，因为我这次第一个我要去到一些我上次没去过的地方，所以北岛有待嘛，然后南岛有去到一些我没去过的城市，然后第二个是经典的路径一定还是要走到，所以 Lake Tekapo、Mount Cook 的那一区也一定还是要走到，所以就是你要全部都塞进去的话，就是我觉得还蛮困难的，对，很困难的。其实我们不会觉得你的第一行军，你知道吗？因为我们3餐就是吃好。睡好，然后其实有接送，对，有车可以帮我们带到任何地方，对，已经很好了。然后还有一件最好的事情，你的信用卡都拿不出来，因为你拿的动作会比小孩慢，他每次都拿超慢。他们有时候想要付钱，因为我就说这趟就是我都包了，所以我就是看他们想要付钱，我就会把它。对，我也有就是这样付过，就比较快。对啊，他们在那边买一些什么纪念品之类的，就想要偷偷结账。我想说，我们每次出国都要换一些现金嘛，完全没用到，结果完全没用到。我等下要还你。我们去买纪念品店，然后我那说你收 cash 吗？结果他说不收 cash。很多地方都变成是 cashless， 大钞也都不收。对，其实也是大家可以注意的点。好，那我们接着来讲称赞的部分。我先讲，因为这次出发之前呢，也是有点小紧张，有点小压力，因为很久没有4个人一起出国，就是我要负责带大家，然后还有行程什么的安排。然后我觉得称赞的点是，爸爸妈妈是很好带的长辈。超好带，出国来讲，超级好带。最主要的是不会抱怨，一整趟我没有听到他们抱怨没有任何一句。对他们，但是我觉得这跟他们本来的教养方式就是一致啦，他们一直都是赞美式的教养。对，我们长大的过程中，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责怪或是骂你这样，都是称赞。还是有，但是还是有。毕竟你比较多。而且他们也不太会像我们抱怨我们哪里做不好这些东西。对，我觉得你们没有做不好。对啊，还是有啦，还是有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称赞的点就是真的是很好带的。我觉得光是这个不会抱怨的特质就已经很棒了。以我带过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那种团啊，或者跟这么多不同旅伴出去，我觉得不会抱怨是一个很棒的在旅行当中的特质。我们不管是追人还是批人，不管今天是发生的很顺，还是旅行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意外的事情，不要抱怨。如果有什么状况，就一起看怎么样解决。对，就是不要把那个负面情绪就是整个带到，然后大家输入都会影响，有压力。我觉得它是一个旅行当中很重要的特质。我其实原本也是想要讲。就是爸妈的配合度很高，因为其实这一次不只是哥哥有拍片，我也有拍片，对，就是我自己也拍了很多短影音，然后其实弟妹的频道也上了长片，对，哈比村什么的，就是每次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爸妈就是在旁边 stand by， 他们在旁边就是很 focus 的看我们，然后看我们有没有需要，需不需要拿外套、包包，或是需要帮忙拍。就是我觉得爸爸真的超赞。不一定啊，有时候他们自己在旁边拍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就1、2、3，然后在那边跳，然后拍他们自己的转场。我觉得那是他们自己要拍自己的东西也很棒啊，我觉得这也是称赞的原因。而且我觉得妈妈其实拍得很好。对，然后爸爸其实配合度也超高，就是很多时候要重拍。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这一整趟配合最多人的就是爸爸，对，他要配合阿弟的拍摄，要配合弟妹的拍摄，还要配合他老婆的拍摄。妈妈有超多想拍的东西，爸爸都要说好，来我帮你。然后3、2、1，然后妈妈还会 review 说，你这里拍的不够，那个时间不对，太慢，你再拍一次。快一点。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是真的很顺啊，就是大家都很配合，也很感谢彼此，非常愉快又成功的家庭旅游。该玩的都玩到，该拍的也拍到，对。好，最后剩爸爸没有讲，非常棒的 model， 让我拍的非常顺利。有没有假的？最好是。有中。其实这趟旅程本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以前是带着你们小孩出去玩，对，有跟着旅行团，当然不用担心太多事情，但是行程啊、生活起居啊，那个时候总是照顾小孩嘛。那这一次心情上是一样的啊，但是你们已经有你自己的工作跟事情，然后这次出去玩是有计划性的，一根离狗，红拿奖这一块，对，又完成完成了拍摄目标，然后我又自己有玩到，然后又能够。享受让一起创造，让所有事情都完美的顺利。一个服务型啊，爸爸也是服务型人格。对，真的。最重要的就是帮最美的
你要再补一次就对了。谢谢。太多了，太多了。对我自己是有一个感触啦，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爸爸因为经商嘛，爸妈经商，所以呢我们是分隔两地的。他们除了很常会来新加坡看我们之外，也很常会规划整个家族的旅行。然后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带我们2个一样，可能是参加旅行团。有几个我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可能我们在吃饭，爸爸可能坐我对面，我那时候可能是高中吧，或者是国中，或者比较小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看到他在忙工作的事情。我们一起出游的状况，我们是在玩的状况，我们在但他是有压力的在处理工作，就是有几个这样子的画面在我的记忆当中。然后这次呢，就是带爸爸妈妈出来玩，他们就是不用担心工作，对，一切都安排好了。然后有点像状况是反过来的，是爸爸妈妈看我在工作，工作的样子，对，但是同时我们是一起出游，在这个赛点，我觉得还蛮有意义。不要害怕带长辈出游。我觉得不好说，不要听他的，你们2个算比较好带，对，你们2个真的是好带，但是我觉得不能够这样子建议所有人。我有6字真言：珍惜、耐心、少言、言语的言啊，请大家记起来，长辈们背起来。大家如果要带长辈出国之前，一起看这支影片，对，学习弟爸弟妈，对，成为一个优秀的旅伴，旅伴，对，没错，这样就可以常常被带出国。对，没错。你们推不推荐家人一团去纽西兰？一辈子必须要去一次，必须，不管是跟谁去，一定要去一次。当然是要推荐啦，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去玩过那么多国家跟地方哈，纽西兰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这样子还蛮轻松的，一家人，对，怎么样？你自己的心态摆正，去旅游。现在有什么好摆正的？配上旅游不就旅游？6字真言，对，他的心态是他6字真言，玩才有意义嘛。对。我自己也是觉得蛮推荐的，我们也去过不少其他国家，但是我觉得纽西兰它真的是很大自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纯粹的大自然，对，非常的开阔，非常的平静，景象很多元，对，去到每个地方你都会觉得哇，就是自己从来没看过这样子的世界，很推。好，那我自己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推荐老协珍，我们这次推出的年菜，我们对，没错，也就是我们的风肉挂包、羊肉炉、麻油鸡汤、乌参牛腩煲，还有 Hello Kitty 跟库洛米的大吉大利佛跳墙。大家今年过年如果想要吃到这一桌好吃的年菜，订购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个非常值得收藏的 Hello Kitty 跟库洛米的梦幻砂锅。这个其实可以煮任何的东西，都应该蛮适合的。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订购的专属折扣码，都瑞瑞可以再现折250块哦，可以到老协珍的官网、门市还有各大通路来订到这个年菜。那我会把所有相关的链接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好，那就期待我们2026年全家应该可以在以你们的表现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有一次我们看要去哪里玩我现在在想的可能是意大利。然后由妹妹这次来承包这次的行程，一年轮一个人嘛，对不对？2025年是我，2026年是妹妹，然后我们就拍案，好，就是这样决定了。好，那我们就这支影片了，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意大利你要负责吗？没有。意大利文。